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肥宅嘅頻道。既然屋企都可以開始噴油啦，咁今集講下啲噴油入門同埋一啲小分享嘅嘢啦。咁同埋我都有啲重要嘅事要宣佈嘅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，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，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。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，有興趣歡迎 PM。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。講得噴油，咁首先講咗開油先啦。通常我就會用呢一啲樽仔嘅，而呢啲樽仔相信大部分賣模型用具嘅店呢都有無數咁多個款式噶啦。我自己呢就習慣成支油開嘅，所以我用嗰啲樽仔都唔算得上係細 size 噶啦。同時如果個樽仔過細，你開油嘅時候呢都係冇咁方便嘅。攪棍呢係必須嘅，乜嘢品牌都冇乜所謂噶啦，優速達啊咩都好。你打開支油，第一件事就一定要用支攪棍將裏面嘅液體完全地攪勻，因為瀝架同埋溶液本身嘅密度係有唔一樣，支油擺得太耐呢係有機會出現油水分離嘅狀況嘅。攪翻勻去，對你開油時拎個比例呢就會易就好多啦。特別係底灰啦，因為始終佢嘅密度比瀝架再高啲啊，所以出現油水分離嘅機率呢係更加高嘅。另外，好似呢一支佳亞嘅073灰色，其實本身個廠都係按比例將黑色同埋白色溝埋一齊嘅啫，所以擺得太耐呢，佢啲白色都係會沉咗喺底嘅。攪翻勻佢先去再用呢，咁就容易俾你攞翻個你原本想要嗰一隻顏色啦。仲有就係金屬色啦，譬如好似象域嘅呢一支金色咁樣，佢啲金屬粒子呢其實係好容易沉喺底嘅，所以用之前都一定要將沉喺底嘅粒子撩翻出嚟攪勻佢先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好似我咁樣成支倒落去個樽度嘅話，就分別還好嘅。但係如果你唔係成支油用晒，你攞一部分出嚟用嘅話，攪勻咗先用就真係可以爭好遠。跟住你就可以好似影片咁樣，將支攪棍懟咗入去個樽仔度先，再將啲油沿住個攪棍咁樣倒落去個樽度，咁樣就可以利用啲油本身嘅張力，最大限度減少倒瀉出嚟嘅狀況。嗱，真係唔好睇少呢個步驟，唔用攪棍去倒呢係可以攣氣好多嘅。然後就可以按住你自己需要嘅比例去落翻足夠嘅開油水。嗱，有啲吸管上面呢係有讀數嘅，咁但係畫面上面好似真係睇得唔係咁清楚。用呢一啲吸管呢，你就真係方便啲，可以去精準地落翻足夠嘅開油水嘅份量啦。我自己就懶啲嘅，我按翻喺個樽入邊油嘅高度，然之後計翻個比例就落翻差唔多嘅開油水就係噶啦。我自己就有多個習慣嘅，落晒開油水之後，會將所有嘢倒翻入去原本裝油嗰個樽入邊一次，再啷幾下，咁就 make sure 自己可以攞晒入邊嘅油。錢就俾咗啦，梗係用到盡噶啦。最後就將呢一啲咁樣嘅豬仔擺埋入個樽度，閂好蓋就可以熄爆佢噶啦。有陣時你好似我咁樣成支油去開呢，你一次過都未必會用得晒，可能都剩翻幾多喺底嘅。擺得太耐嘅話呢，就會好似呢一支咁樣，佢又係有個油水分離嘅狀態。當你擺咗粒珠入去嘅時候，你搖佢呢，佢就會更加快地幫助你將所有嘢熬翻勻啊。原本支油其實已經可以掉得噶啦，咁但係我哋都可以廢物利用一下嘅。我會將佢包裝上面印咗油漆號碼嘅部分切落嚟，咁樣貼翻喺個樽面上面，就可以非常之方便咁樣標注翻其實呢一個係一個乜嘢嘅顏色啦。如果你會用唔同嘅比例去開油嘅話，咁我都建議你喺上面寫埋呢一個係乜嘢比例。但係我自己呢，就通常開寫一個比例1:1.5嘅啫，咁所以就冇咁嘅必要啦。噴油第二個必須嘅工具就係呢啲竹籤加夾夾。如果你怕買翻嚟嗰個夾嘅牙太利啊，會對個模型件造成損害嘅話，其實我之前有拍咗條片係教點樣利用熱縮管呢去保護呢個模型件嘅。大家有興趣嘅可以點右上角嗰條 link 去睇。夾模型件嘅時候，第一就一定要留意夾嘅地方係一啲唔需要上色嘅地方啦。咁但係有陣時夾嘅方向呢，亦都要留意下嘅。比如呢一件咁樣，
咁樣夾法呢，其實就唔太建議嘅。你都可以想象到啦，我咁樣去夾實個件，我要噴晒呢個模型件每一個邊呢，我隻手就要拗嚟拗去嘅。唔係唔得，不過就真係唔係咁就手咯。咁所以我就係會用呢一個方向去夾住個件，咁噴起上嚟呢，就比較只係需要轉動支竹籤就可以啦，就方便啲嘅。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得意或者有趣嘅話，可以撳右下角嘅訂閱掣支持一下。如果再想額外支持肥宅嘅，亦都歡迎加入會員。終於入到戲肉啦，咁啊上色啦。如果你好似我咁樣用一把雙動式嘅噴槍，我就會首先撳低個按鈕，等佢淨係出風，噴一噴個模型件嘅表面，吹走晒啲塵，然之後先至開始上色嘅。我自己習慣噴油呢，就一行一行咁樣去噴嘅，一來就方便自己觀察邊個位係未上色啦，二來咁樣感覺上亦都會令到個油漆均勻少少。同時間噴油呢，噴完一面先至好做另外一邊。另外一個個人嘅小分享，我自己就會習慣喺模型件嘅背面都會做埋噴油嘅，因為有陣時你原本以為組裝咗之後嗰啲位係見唔到人呢，實際上係望得到嘅。咁樣其實都可以減低你需要翻手做噴油嘅機率嘅。對我嚟講，只要見到個模型件嘅整個表面上好色嘅地方係有一個濕潤嘅反光，同時間顏色係一樣嘅，係冇色差嘅，咁就算做噴好咗噶咯。所以噴油嘅時候有一個好嘅光源都係算得上幾緊要嘅。剩翻落嚟就擺佢喺度等乾就 OK 噶啦。噴油嘅時候亦都需要留意啦，就唔好過遠或者過近嘅。攞張紙嚟做示範，咁樣呢就係為之過近啦。你見到早段噴上去紙上面嘅油係會比之後噴上去嘅油推開咗。同時你可以明顯見到外圍嘅油係厚過中間嘅油嘅，過遠就直頭上唔到色添啦。咁呢度大家都明噶啦。如果你要轉用第二隻顏色去做噴油，咁首先你就要用洗筆水將油杯入面嘅殘餘顏料清理乾淨。洗筆水就邊隻都差唔多噶啦，我係用呢一隻嘅，不過就俾我倒晒入呢個壺度，原本個樽就俾我掉咗啦，咁係 clarify 翻同一樣嘢嚟嘅。倒少少洗筆水入去個杯嗰度，然之後用逆流法將啲氣泵翻上去油杯入邊，做到好似一個朗口咁樣嘅動作啊！要做呢個逆流法其實都好簡單嘅，只要你用手指撳住個窗口，唔好俾啲氣由個窗嘴嗰度噴出嚟，呢啲氣就自然會谷翻上去個油杯上面噶啦。啷完個油杯之後，咁我哋將剩翻嘅洗筆水噴走埋出嚟。重複2至3次，基本上洗筆水都應該冇乜顏色剩㗎。你見到呢就可以換第二隻色去繼續你嘅噴油作業。咁但係呢，若然你見到油杯杯口嘅位置仲有啲殘留嘅顏料啊，你就可以用紙巾濕少少洗筆水去抹走埋佢。但係記住嗰隻紙巾一定要用廚房紙。其實開油水咧都可以做到同一樣嘅功能，咁但係普遍洗筆水係平過開油水嘅，計翻成本買支洗筆水啦都係。如果有機會某一隻顏色你係只係需要噴好少嘅地方，你又唔想無啦啦開多個樽仔去入住成支油嘅話，你都可以用個偷懶嘅方法，首先將少少開油水落去個油杯度，然之後攞翻對應份量嘅顏料。再用呢個逆流法，令到顏料同埋開油水喺油杯入邊攪勻，咁樣就可以一樣拎去噴油噶啦。但係呢個方法因為冇任何嘅數據俾你去做參考啊，就真係好靠經驗同埋手感噶啦。頭幾次呢都寫包單，你應該開得唔係咁好嘅。但若然你熟習咗呢個方法呢，就真係冇嘢方便得過佢噶啦。嗱，我又冇片啦，咁啊撈住啲我近排拍嘅嘢先啦。同時間亦都要宣佈個消息嘅，就係事隔1年多呢，我就終於有翻一份正職嘅 offer 啦。所以之後 YouTube 嘅更新呢，就應該會再慢落嚟少少嘅。認真做咗1年，我都好唔捨得呢個頻道。無奈地 YouTube 俾我嘅錢呢，就真係唔多，而同時間而家咁嘅環境呢，亦都真係未必好多人願意使好多錢喺玩模型上面。再咁做落去咧，我自己嘅生活都真係有啲問題啦。
呢一年我真係做得好開心嘅，唯一嘅問題只係我唔夠錢用㗎咋。之後要返全職嘅話，咁用嚟剪片同埋後製嘅時間就真係極大量地被縮小。其實都有同一班師兄弟星期一嘅時候提過呢件事嘅，我亦都有諗過係唔係真係需要放棄呢個頻道呢？咁大家都話其實只要出片係同一個質素，同埋都係呢一個類型嘅內容，都唔會介意話我出片再慢啲嘅。佢哋其實都唔明白我而家咩狀況㗎。收到風話我有正職呢，佢哋都好戥我高興。既然係咁嘅話，咁都要返咗份工先知道我自己真係有幾多時間可以拎到出嚟拍片嘅。就預定可能我以後會隔個禮拜先至出片。咁星期日嘅 live 呢，我都係會照隔個禮拜做嘅。同時代工呢，亦都係會繼續做嘅，只不過係嚟緊接新單嘅時間就可能交貨期再長少少啦。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，咁可以 PM 我啦。你喺 Facebook 專頁、MeWe、IG 或者 email 我都 OK 嘅。時間同細節咁啊，到時再傾啦。嚟緊都希望可以喺興趣同埋麵包之間真係可以拎到個好啲嘅平衡。亦都再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。喂，咁樣講好似講到我要走咁樣，唔係㗎，我片照拍，我代工照做㗎，只不過係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咁頻密㗎咋。咁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呢個頻道啦。其實我都仲好期待緊有一日可以喺唔需要太擔心生活嘅情況之下，全職做返 YouTube 同埋代工嘅。咁啱呢個頻道就啱過咗9000訂閱，就真係叫做見到1萬訂閱嘅尾燈啦。如果你哋有啲咩問題嘅話，歡迎留言喺度講低。咁差唔多到1萬訂閱嘅時候，我就開翻個 Q&A， 就答翻大家嘅問題。今條片嚟到呢度啦，有咩問題歡迎留言。如果中意影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想再進一步支持嘅，可以加入會員。另外每隔一個禮拜日嘅9點鐘，我都會開 live 同大家吹下水嘅。得閒就上嚟傾下偈啦。我係肥宅模型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